你漫步于柔软的草地，脚下的露珠如同微小的宝石，闪烁着生命的光芒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你知道，改变正在向你招手。你的心跳微微加速，因为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股力量，等待被挖掘，等待被启动。那股力量就在你的每一次呼吸之间。曾经，你也害怕改变。每当面对未知的道路，旧有的安全感就像一张温暖的毯子，让你不自觉地想停留在原地。然而，你逐渐明白，生命的成长往往是在拥抱不确定中发生。大地上的每一棵树都曾经历严冬的洗礼，每一朵花都在凋零之后迎来更加绚烂的绽放。你亦如是。你停下脚步，望向远方蜿蜒的小径。那条小径曾被阴影笼罩，也曾被荆棘阻挡，但每一次穿越都是一次自我的超越。你记得刚踏上人生新阶段时的忐忑不安，也记得战胜恐惧后那份前所未有的自由。那一刻，你真正体会到，改变并非敌人，而是通向成熟与力量的必经之路。就在山谷尽头，你发现一汪清泉，清冽的泉水倒映出蓝天，也倒映出你坚定的目光。你轻轻举起一捧泉水，让它划过指尖，感受那份清凉与清明。心中响起一句箴言：任何时候感觉犹豫不前，提醒自己，你现在经历的是一次暂时的情绪反应，你比你想象的更坚韧强大。你在泉边坐下，闭上双眼，开始与内心对话。吸引力法则告诉你，当你全心相信自己能改变生活，并以积极的情绪充盈内在，宇宙便会回应这份信念，源源不断地将机会吸引到你面前。于是，你在心中描绘未来的画面，你在新的道路上大步前行，自信满怀，享受每一次挑战带来的喜悦。当你睁开眼睛，阳光穿过树梢，向宇宙的祝福。一阵微风拂面，仿佛细雨在耳边低吟，勇气从你心底流淌，潜能正在被召唤。你站起身，轻抚胸口，那里跳动的是你无比珍贵的生命力。从此刻起，你将不再让恐惧决定你的步伐，而是用坚定的信念驾驭命运的方向盘。这条小径并非无风无浪，前方的山坡陡峭，石块凌乱，你知道脚下每一步都需要小心。可你已选择坚持，无论何时，只要你愿意，就能站在山顶眺望更宽广的天地。你轻轻倚靠一块岩石，从背包中拿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我拥有改变生活和展现真实自我的力量。这短短一句，仿佛为你点亮了内在的火焰。再度出发，攀登变得轻松了许多。你开始在每一次踩稳石阶时，与自己对话：我是自己的创造者，我的信念能改变世界。你感受到胸腔中涌动的能量，就像大海深处的潮汐，带来无限可能。宇宙的回响在你心中清晰可闻。当你相信自己，当你不畏惧改变，这股力量便会不断壮大。终于，你站在山顶，俯瞰脚下蜿蜒的山路。那条才刚踏过的崎岖小径，如今在你眼中化作通向自由的大路。你深吸一口气，让冰凉的山风将所有犹豫与不安吹散。此刻，你明白，每一次改变都是一次进化，每一次突破都是对自身力量的再确认。夕阳缓缓西沉，金色的光芒洒满山巅。你在石头上写下最后一句话：改变带来力量，恐惧只是成长的前奏。你知道，从此以后，任何时候只要感到困惑，都能回想这一刻，心中那份与宇宙同频共振的宁静与喜悦。你迈步下山，心中却是轻飘飘的。未来的道路依然未知，
挑战依旧存在。但你再不畏惧，因为真正的力量早已从内心深处被唤醒，随着你的每一步，将生命化为一道闪耀的光。改变并非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；成熟并非终点，而是永无止境的旅程。就这样，你踏入茫茫夜色，但心中却点亮了一盏明灯，照亮前方无限宽广的道路。你知道，真正的自我正在这条路上绽放，无论在何处，都能与宇宙的无限可能共舞，创造属于你的精彩人生。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，你紧握着旧蓝色登山杖，双脚深陷泥泞。雷声轰鸣，闪电照亮林间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你对抗。曾经的你，面对困境总是退缩、低头，担心别人的眼光，害怕踏出下一步。但那场考验深深地改变了你，脚下的泥泞不再是绊脚石，而是磨练意志的砥柱。回想起那一天，你的鞋子早已被雨水浸透，裤管泥泞不堪，身体疲惫到仿佛寸步难行。你心中有一种声音告诉你，放弃吧，回家吧，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失败。你曾经想过就此折返，回到安全的舒适圈。然而，你忽然听见内心最深处的低语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展现真我，正是在这样的时候，才能涌现前所未有的力量。于是，你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，抬头望向黑压压的云层，心里默念：我不再退缩。我的决心将破开眼前的苦难。你用力踏出一步又一步，每一次落脚都像是在宣告，过去的挑战赋予了我今日的勇气。那一刻，泥泞不再是绊脚石，而是你身心淬炼的熔炉。当你终于走出树林，站在小山丘顶端，身后的云层犹如壁障破碎，远方的天际竟露出一丝亮光。那是黎明的前奏，也是你新生的象征。你知道，正是因为曾经被困在泥沼，你才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坚韧。你不再低估自己，也不会再让别人踩在头上。从此以后，面对难题，你将以自信和勇气直视每一个挑战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开始留意宇宙的讯息。每当你怀疑自己时，便读到一句话：无所畏惧，是你心中最强大的平静与热情。你明白，吸引力法则并非空谈，当你展现无畏的姿态，宇宙便以同频的机会回应你。或许，当你踏出勇敢的一步，那扇曾紧闭的门就会缓缓推开。不久，你在职场上遇到另一场考验。团队的提案因为市场瞬息万变而一再被修改，每一次改动都让你焦躁。过去的你，面对批评会怀疑自身能力，但现在，你选择以这是成长的机会的心态迎接挑战。你将提案图表中的数据一一验证，重新调整策略，并主动向同事征求意见。每一次付出都是你内心自信的体现。最终，你的方案不仅获得通过，还因具前瞻性而受到肯定。这一切都源于你不再逃避。生命的旅程中，挫折总是如影随形。当你开车经过交叉路口，善意的红灯却让你迟到重要会议；当你信心满满走进面试，却因为突如其来的故障陷入困境，但你学会了转换视角。挫折是走向进化与繁荣的过程，是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每一次你在黑暗中摸索，都在为下一次的飞跃积蓄力量。有一次，你误传了一份重要文件，导致合作方误解，甚至一度严重怀疑你的专业素养。过去的你或许会慌张道歉，灰心沮丧，但如今你选择诚恳沟通，并提出更完善的补救方案。你主动承担责任，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你不仅能化解危机，
更能从中学到宝贵教训。合作方不但接受你的方案，还因你积极负责的态度，将更多专案交予你负责。这份进化所带来的成果，让你更加坚信，勇气与责任感才是改变命运的力量之源。在人际关系中，你也从以往的退缩，变得敢于表达真实想法。曾经，你为了避免冲突而隐藏心声，结果积怨难消。如今，你学习在恰当时机，以温和而坚定的语气，说出自己的需求与界限。你发现，当你对自己诚实，对他人尊重，反而能建立更稳固的信任与连结。真正的自信，不是压制别人，而是接纳彼此的差异，同时保有底线。随着一次次的挑战，你深刻体会到，哪怕目的地尚不明确，也要信任这个旅程。就像远航的水手，或许无法预知下一刻的风向，但他们相信船帆能承接微风，帆绳能抵挡巨浪。你将自己比作那位水手，对未知抱持敬畏，却始终带着勇气扬帆。在引力偶尔颠簸之际，你仍能稳定航向，因为你知道，宇宙的潮汐正是为你指引方向。一次深夜，你独自漫步在河岸边，星光倒映在水面，微风轻拂着脸庞。你闭上双眼，让昔日的挫败成为背景，让此刻的宁静进入心底。你感谢那些曾让你跌倒的瞬间，因为正是他们赋予了今天的决心与力量。你轻声对自己说，未来无论风浪多大，我都将以无畏之心迎接新冒险。在这段旅程里，你学会了自信与勇气，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在恐惧中依然向前。平静与热情，不是情绪的对立，而是在心中同时埋下稳定与火焰的种子。当你从容面对挑战，勇敢跨出舒适圈，宇宙便会回应你的信念，吸引与之相匹配的机会。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奥秘。而今，你站在新的起点，回望那条曾艰难跋涉的山路，心中满是感激。你知道，成功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由一连串的选择和行动累积而成。你不再低估自己，也不允许别人的怀疑束缚你的步伐。你将以无所畏惧的姿态，迎接生活带给你的每一次考验，并相信每一段旅程都在引领你走向更宽广、更丰盛的未来。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书桌上，你轻轻合上正在阅读的日记本，内心泛起一股暖意。那是对生活最简单的感激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有一席安稳的住所，有一颗渴望学习的心。你忽然明白，感激不只是礼貌的道谢，而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法则。当你真诚欣赏当下所拥有的一切，宇宙就会回馈更多值得你感激的机会与体验。你想起前阵子因为工作繁忙而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一顿晚餐，心中自责不已。后来你决定以实际行动弥补，在周末安排了一次料理课，用心准备一道道家人最爱的菜肴。当全家围坐在餐桌前，那一刻的笑声与温暖，远比任何职场的成就更让你心满意足。你知道，真正的丰盛不在于荷包的厚度，而在于心中的感激之流。感激带来了连结，也让爱滋养了每一个日常瞬间。然而，感激的核心本质并非想要更多，而是渴望付出而接受。曾经，你也对某个心仪的职务心生希冀，却因渴望升职而焦虑不安，忘了先做好手边每一项工作，精益求精。直到有一天，你提醒自己，要以明智且有策略的方式，履行好每一份承诺和责任。于是你开始对每个小专案都尽心尽力，耐心与纪律成为你的每日修行。结果，主管注意到你的细心和稳定，
最终将那个梦寐以求的提案正式交由你主导。你深感，只有先做好眼前的事，宇宙才会为你开启更大的机会之门。在你的成长路上，勤奋与纪律并不总是风花雪月。深夜的灯光下，你也曾因为堆积如山的待办事项而感到疲惫，甚至想过放弃。然而，每当你想要退缩，就提醒自己，每一份努力都是为未来的更大成就奠基。当你在电脑前坚持完成一份又一份细密的资料统整，当你在晨跑中咬牙完成最后1公里的冲刺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动，正是把你一步步推向理想现实的基石。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从不偏袒虚假或敷衍，它感知你的真心，回馈于你纯净且丰盛的美好。记得那一次，你为公司策划了一场小规模却充满创意的线上活动，没有奢华的资源，但以感激的心态邀请每一位参与者。活动结束后，客户纷纷表示被你的诚意和细节打动，更多订单也因此接踵而至。那一刻，你终于知道，感激如同肥沃的土壤，只要你真诚耕耘，丰盛艳阳终将降临。感激的力量也曾在你与朋友相处时展现。某个午后，你与好友约在公园散步，坐在长椅上，俩人默契地分享彼此的近况。当你听见对方诉说工作上的困境，你并未急于提供建议，而是用心倾听，并感激他对你信任的分享。这份尊重和陪伴让友谊更加深厚，而你也在回家的路上感受心灵被滋养的温暖，明白感激并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，而是那份真诚关怀的力量。日复一日，你开始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寻找值得感激的理由。当你对那位餐厅的服务生亲切一笑，并真心地说上一句谢谢；当你在捷运上为老人家让座，并温柔道一声请；当你在夜深人静时，静静对自己说一句谢谢，这一天还能平安度过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这些不起眼的善意竟能像长出无数细小的根须，把你与宇宙的丰盛源头紧紧连结。然而，光有感激仍不足以成就伟大，你需要以智慧的策略将感激化为行动。于是，你为自己设定了每月、每周、每日的目标清单，并以微小、可执行的步骤逐一击破。无论是学习新技能、增进健康、改善理财习惯，还是投入志愿服务，你都用纪律与毅力将目标变成一个可庆祝的成果。这种感激加行动的组合，让你在向宇宙发送正向讯号的同时，也为未来更大的成就奠定坚实根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开始在杂乱的城市中看到更多让人欣喜的光影。街角的街头艺人吹奏着温暖的旋律，市场里的摊贩以笑容迎人，夜空中偶尔划过几颗流星，仿佛在提醒你抓住稍纵即逝的美好。这些瞬间就像是宇宙给你的回馈，当你以感激的心灵，用勤奋与纪律实践承诺，丰盛的种子便在天地间悄然发芽，最后绽放成你意想不到的礼物。到了某个夜晚，你躺在床上，回想一路走来的点滴，最初的疑虑与彷徨，后来的奋力拼搏与自我超越，还有一次次因感激而开启的新契机。你感到无比满足，也更加坚定，未来的日子，纵使仍有未知，你也将怀抱感激，伫立于宇宙丰盛的流动之中。在这篇故事的末尾，愿你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随风散去，愿你的所爱之物，无论是亲情、友情，或是心中那份纯粹的喜悦，都能在感激的滋养下永远长存。当你以明智、策略的行动履行每份承诺与责任，你便是在为自己的梦想铺路，也在为整个世界注入更多丰盛之光。感激
将成为你生命中最强大的养分，勤奋与纪律则是你登上更高顶峰的阶梯。宇宙静静的等待，丰盛的泉源正向你涌来。那一天，灰蒙蒙的天空似乎和心情一样沉重。你站在街角，手中的文件还没来得及翻阅，焦虑已在心头蔓延。这个项目进度缓慢，资金压力加剧，似乎哪里都卡住了。你深吸一口气，试图以建设性的思维想出下一步，但越是想掌控，越是感到心力交瘁。就在这时，你抬头看见一只小鸟在电线上歇息，轻轻扇动翅膀，似乎在说：“放下吧。”你突然意识到，若一味执着于掌控，反而容易错过更宏大的节奏。你在心里默念：“我信任生命的安排。”这一声轻轻的承诺，让你的呼吸缓和，压力也似乎松动了一些。回到家中，你泡了一杯热茶，坐到窗边，茶香袅袅升起，映照出一股宁静。你想起过去那些看似乱麻般的困境，其实都是神圣时刻的前奏，他们在幕后以细微、宽广且有序的方式编排着你的成长脚本。或许现在的缓慢并非停滞，而是一段深远计划中的蓄能时刻。于是你决定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给自己一段不被要快的框架束缚的时间。你拿起画笔，随意在纸上挥洒，没有目的地涂抹色彩。你走进厨房，试着做一道从未尝试过的异国小点。你又在隔日清晨独自漫步在公园，聆听树叶沙沙的低语，感受微风摩挲脸庞的温柔。这些平日里未曾做过的小事，竟让你的思绪得到意想不到的切换，焦虑似乎被轻轻推向一旁，取而代之的是新鲜的灵感与勇气。在这段休息与反思中，你渐渐明白，让生命节奏与你自身能量对齐，有时比一味奋斗更为重要。你开始每天清晨练习几分钟的深呼吸，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受上，而非脑中的计划。你在夜晚用简单的笔记记录当日的美好瞬间，一位路人的微笑，一句温暖的问候，一阵温柔的风。这些看似微小的记忆，却帮助你重拾对生活的信心，提醒你，真正的丰盈往往藏在日常的细流之中。渐渐的，你不再强求每天都要完成多少任务，而是以敬畏的心态观察哪些行动最能引发内在的共鸣。当遇到新的挑战，你也真正做到了在行动前先问一句：这一步是出于恐惧，还是出于信任？信任的答案总带来更轻盈的力量，而恐惧则容易陷入无谓的奔忙。某个阳光和煦的午后，你收到一则合作邀约，进度比之前预期的更为顺利。你明白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你放下执念，与宇宙节奏同舞后，自然而然吸引来的良机。你心怀感激，感谢自己在最焦躁之际选择暂停并重整，让能量得以再度积蓄。时光匆匆，如今站在新阶段的起点，你回望这段旅程，看到挫折如何成为成长的养分，看到慢的力量如何在细微处扎根，看到信任如何化解了最紧绷的内心。你领悟到，每一次休憩都是生命为你预留的神圣间奏，每一次切换都在引领你走向更宽广、深刻的明天。于是，在这篇叙事的终章，你将这份体悟传递给每一位正在困境中挣扎的人。当你感到难以掌控时，请深呼吸，放下那份急切；当进展缓慢时，请善用休息，用创意和好奇唤醒沉睡的能量；当心中疑惑无路可走时，请信任宇宙早已为你编排了远大的计划。如此，你便会发现，所谓的停滞，皆是孕育力量的温床，而真实的前行，往往在放下之后，
方能自在展翅。愿你在生命的每一段乐章中，都能优雅地找到节奏，迎来最耀眼的高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